嗨，大家！今天这集是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帮你的家电量身定做一个防尘套，希望是很实用的。然后今天要用的布料呢，是我珍藏已久的，在永乐市场买的只有1码而已的这个有点日式的印花布料，它的材质应该是中等质量的棉麻，而且是2013年的版本，现在应该还有库存，我觉得。希望我的布料是够的。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怎么量身定做好了。今天主角就是这个除湿机，大家测量的是这个的长宽为底座，然后按照做帆布袋的那个方式，这个宽度最后会变成这一面的宽度，然后我们要除以2，然后再来就是长度，长度我没有太一定要就是到地板上，它如果布料不够，只够到这里的话，我也没关系。但希望是可以把这个电线的部分也遮住的。好，我们就来做一些测量吧。这条是上次不小心被我拉断的那一条，我把它用手缝的再缝回去一点，但因为往内折，所以现在起始点在对折的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矩形，所以我决定就直接取它最宽的地方，减36公分，长度呢是大概28公分，但还要考虑到它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大概几公分的活动空间跟厚度才能完全覆盖住，所以我决定加个2公分好了，个2公分给这个宽度，这样就会是一个整数30的感觉。然后这个也给它一点点活动空间，才不会感觉好像在穿袜子，太合脚的感觉。长度大概是47公分。好了，我算出了一个大概，这是长宽高，我把它写成宽长高了，但没关系，就是可以替换。总之呢，你需要把你的底座的长宽加在一起，然后再乘以高度，然后再加宽度的1半，然后剪裁出2片这样子大小的布料，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缝了。这个原理就有点像是利乐包，就是你在喝完的时候不是要把它压扁嘛，然后你会把下面跟侧边的那2个小三角形掰开，然后就可以压扁变成一个长方形，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制造出这个小三角形，然后这个小三角形形成的方法就是这一个宽度，所以你的长度要加宽度，会围绕整个上缘，然后高度要加上宽度的1半，就是为了制造出这个小三角形的这一个折掉的这个侧线缝边。希望大家有听懂，没听懂也没关系，就按照这个公式就对了。差点忘记讲了，太重要了，要加缝份，缝份就自己决定吧，我应该就是用1公分，所以这样计算下来，我的就是30加37， 67加缝份，缝份是2边都要，所以是69。这个是47再加15， 62再加缝份，2公分是64。但可以小于没关系，所以我需要剪出2块这个大小的布料。我以为是日本的耶，是台湾的，喂，让我有点想要留的这个浮水印的感觉，是浮水印吗？这个叫什么？我发现宽度不够，我的这一块布料的宽度大概就只有足够50几而已。但我需要64，但没关系，就像我刚刚说的，就如果长度是够的，盖住那个就好了。然后69的宽度呢，大概到这里，所以等一下就沿着这个记号把多余的这边弄下来就好了。然后如果真的需要拼布把这块延伸到另外一边去的话，应该也没关系。然后就按照布料的方向来剪裁，又或许当我没说，我就在那边想太多。好了，本来想说要剪成2块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直接这样子缝合也无所谓。对，应该是要正面对正面，哪边要缝合哪边。我有点搞混自己了，这边是高度，所以就是沿着2侧把长边这样子对折起来，然后缝在2边这边。来用刚做好的，我还是把我的松紧带剪得有点大，就往上一点，这样1公分的缝份。哒啦，这
再来就是刚刚说这个三角形的部分，就是利乐包的那个小耳朵，可以考虑就留着，就缝这一条线就好。然后留在里面，也可以考虑把它剪掉。说到剪掉，缝缝这边也可以用锯齿剪刀剪过去，就不用收边了。对，那就是这么偷懒。长度也看起来非常的 OK。然后这条呢，就是我们刚刚多加的15公分，就是一半的宽度，所以就是在15公分的地方做个记号，然后它的垂直线这一条，等一下就缝在这一条上面。就这样。好，我先去把这个缝边用锯齿剪刀剪掉。好的，刚刚在这个角落跟这个角落都做了15公分的记号，然后在这边也做了一个15公分的记号，然后在做这里的记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从缝缝的那一条线，缝线的那一条线开始做测量，不要把缝缝也算进去，然后测量15公分做记号。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让侧线对齐。如果我们先剪开的话，或许会比较好。对齐来缝，但不剪开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正方的东西。然后刚刚做的记号在这里，正下方就是刚刚做的另外一边的记号。如果差个0.5公分，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有了，这样就对齐了。然后另外一边也是这样，然后就直接缝在画的这条线上。后来决定不把它剪掉，然后就好了，因为我想留布边。如果你不要留这个布边的话，就往内翻折2次，缝一条平针就好了。那因为我要留，所以这样就做好了耶。好吧，还不错。如果不只是要防尘，还要防撞的话，就缝一模一样的剪裁的，还有棉布、布棉之类的，就是那个很像棉被里面的那棉絮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这样3层在下缘这边缝合起来，然后再用保边带收边就好了。我其实也可以做防冲撞的那个，要吗？我好像放了太多活动空间了。对齐的话，这边大概还多了4-5公分左右。虽然它原本就有一个弧度，但我多了那4-5公分，好像真的多太多了。但是如果要加里面的那个的话，好像多留一点空间，才能有那个 bedding 的厚度。不如我就直接加 bedding 好了，用同样的剪裁和做法，做出一模一样的衬垫和内衬。缝缝现在留在外面，然后这个的缝缝就留在外面，直接把它像穿袜子一样放进去，然后再来缝这个，花一点时间对齐。对齐刚刚说利乐包两边的小三角形的那个地方，然后4层布料全部一起缝合在一起。好了，等一下就是把这个直接这样套进去，有点软，有点希望它比较硬挺。如果要比较硬挺的话，就要烫那个布衬。好，等一下就是定位好之后，因为我想留这个边，所以就不做包边带了，就直接把里面这一个往内折，这样子缝在布边，就直接沿着这一条缝，好像可以哦。好，就这么决定了。OK。啊，好生气哦！你要给他一个特写。我现在在特写，太近了。你要特写这些兔子。后面那个线很乱，所以你有特别喜欢哪一只兔子是不是？对啊，每只都很可爱啊。你会觉得太松了？你会觉得不够长？还好啦，就在防尘，所以防尘其实只要这么厚就好了，对不对？好像有这种吗？可是这样子电线，就是它后面不是有缠绕电线吗？我以为你是怕那个灰尘掉到它那个出风口。是没错。那这也是 OK。你帮我展示一下。昨天还有一个让我不爽的是，因为我很想留这个布边，但是布料的方向应该是沿着布边，所以布料现在是横的，这个方向应该是这样做。所以如果我做对的话，兔子应该是看起来都是正的这样子。这样也很多倒的啦，感觉什么方向都有。是这样没错，但是呀，太可爱了。你帮我把它套回去，就是太软了。如果1到5分，我要给这个 project 打1分。这样子吗？对，因为但至少新手都可以做。啊，不喜欢。没关系，反正总是机会感谢你。电线也没有遮起来耶，后面的。
没关系，不用这电线。看来呢，我是还没有恢复我的心态。我以为做完这个 project 会好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制作我的5000订阅的洋装了，但没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这个花布不太适合，可能是我的做工有问题，就是剪裁什么的，对，就是没有很满意。但是大家知道原理怎么做了，最重要就是那个公式吧，大家可以按照那个公式去制作一个防尘套。总之，今天这集就这样，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